你在踩在砖上的时候，砖是不是地？砖是地嘛？那如果砖倒掉了呢？你是不是就没有地了？那你怎么从上面下来？你如果没有地，你下来就摔了。所以我们练习从砖上下来是什么？是我下来，我从砖上下来的力量是，我不给那个砖力量，不给那个砖往下的力量，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往前它是不是要这样转？你去增加一下它这个的时候，你看往前，因为你真正用这个步的时候是往前的那个力。我们真正在用这个摆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在哪？我真正在用这个摆，这是回来嘛？这是让它回来。我真正在用的时候是什么？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是在这个力回来，是在这个力量，是在这个。所以之前练莲花步是前面，但是今天你要我们从前面，是这个意思吗？啊？之前莲花步不叫我们用前面倒，但是今天叫我们练的是从后面走。对啊，是从后啊。之前莲花步不叫我们要用前面去引啊。什么东西啊？莲花步之前不是叫我们是用前面去引方向？前面引方向啊。原来在力量的引是引导方向啊，力量是在后面啊。所以之前莲花步其实力量也还是在后面，所以不是用前面的。对呀，对呀。是要后面才能。你这个能有多大的力啊？这个是你进去的力量。那后面这个是产生的。这样不懂？你后面的这个啊，这是进去的力量，这是进去的力。前面是进去的力。前面是引导的力。引力是引导方向。听不懂？引力不产生，那个手指引力嘛，手指能有多大的力啊？你要贯穿后面的力啊。所以还是要由后脚去产生力转力去推动。不是后脚，是贯穿的力量。那个启动是哪边？你必须做出这个来，它做出一个这种方向的力量的贯穿。结构应该是后跨的转，跨的转，然后你后面这个要加上当了，听不懂？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当是守住的嘛，这时候你的当是守住的嘛。当你要做这个的时候，这时候一条腿嘛，啊，这样才会变成一条腿。是啊。啊，这里要打开，要打开，那你要挂也是要开的。对，所以没有砖，这里是砖。所以你的胯在这边的时候，这个胯是这样转嘛？对。可是你要往前走了，是不是？这个胯变成这样转了。砖也有开的。哎，当打开，你要走远的话，啊，啊，这样是好玩。很好玩啊。对，你走这个走对了，你才发现到那个胯的那个力量。开电视前，我要先看老师，我刚好像师兄刚刚问的问题，之前说手指头会拉这个引力。对。我有看到一个影片，也去很远，手指头伸过去，改变这里也有引，这里脚趾头也有引，后面还有推过去。后面不推，后面是连贯。连贯是什么意思？后面是被前面你这个引力出去了以后哈，后面都被连接上来。所以跟刚刚做的后面往前过去不一样吧？一样啊，脚尖是引啊。OK。也就是说，当我这样子嘛，是不是这样？好，我这个走到这边了，我接下来要朝哪走呢？以脚尖为准啊。我要往这边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用脚尖带，然后这个力量它变成这样子的？我如果在这边，我要往那边去的话呢，或者说我不用摆了，我用扣，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回来了？
我要用扣了，用扣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它现在已经回到正位了嘛？我再往这边，它是不是就变扣了？方向由它决定。它给这个 direction。对。但是后面你说不是推，是连接，因为你如果推的话，推的是单一关节的力。连接不是，连接是每个关节连接起来，每一个关节在往前走。有的关节往后拉，有的关节往前走，是一个整体的合作的力量，而不是说我这个引出去了以后，我再用肩推，不是了。OK。那就断掉。明白，是全部。对。所以引都是用什么？引都是用小关节，小关节快。可是小关节没有力啊。所以小关节要带起来大关节动。好，用小关节带大关节跟住。对。很难做。不会啊，就是两个力嘛。是不是？一个引，一个推嘛。我们主要是用引嘛。引带动了连接嘛。你像那个火车嘛，以前火车头在前面嘛，那个是引嘛。火车头带动了以后，其实它带动起来以后，是不是变成一节推一节？后面的节它没有动力啊，可当它动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变成后面一节推一节，一节带一节，也是后面的在推前面嘛？是不是？前面的在动后面，也是后面的在推前面。但是老师这样说的话，我们站起来好像我们的头往上拉的感觉，是这个感觉。对，它会拉全部的脊椎。对。可是我们还需要靠地板的反应，辅助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要，开始是要，有的时候不需要，不太需要，不需要。就是说我讲嘛，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做它前面的关节的根，所以关节是相互为根。听不懂？肩可以做肘的根，肘可以做手腕的根。所以你说整体的根，整体到脚的根当然是地啊。可是我不要到脚呢，我到胯就好。我到胯就好，那时候胯就是地，听不懂？就跟我刚才跟你们说的一样。Hello， 我再跟你们强调一下，刚刚问就是要以地为根嘛，可是是不是都要利用地的反作用力呢？未必。你每个关节可以练出来，这个熟练了之后，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在打一拳的时候，是你的每一个关节都往前打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用腿也是一样，我是整条腿的，我的所有的重量都到脚去的时候，当然是以地为根，由地产生反作用力嘛。可是我可以以胯为地，我不到脚去嘛。所以当我以胯为地的时候，我的反作用力来自于胯。我的脚跟地之间是轻的，就是你们以胯为地，就是以胯为根，以胯为根。比方讲，我刚才讲我这个手嘛，我们说我这样打，我是以地为根嘛，中间是松的，是不是这样子？我是以地为根的力量打出去嘛。我能不能以胯为根？以胯为根就是我不推地。我现在教你们是推地嘛，我的脚不推地，我从这里打，以它为根。我是不是可以以肩为根？肩为肘的根嘛，肘是腕的根嘛，腕是手的根，就我可以以它为根。所以八卦拳来讲的话，它是什么？
每个关节是可以相互为根，相互为根。你不是只有一个地为根。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你们没有带，就是你上次买那个瑜伽砖呐、我们练砖啊，上砖练桩，那有没有一个类似的东西？你们有看过人家在砖上面手掌啊或者砖上面练桩吗？砖放在地上是活动的，是活动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有一个要练的是什么？你要上砖，不用找了。你要上砖，在砖上练东西的时候，你先要练什么？你先要练从砖上下来。为什么要练习从砖上下来 ？Hello， 不用找了，不用拿那个。不行，那没办法踩。为什么要练习从砖上下来？因为下来是什么？下来是你在砖上走的时候，那个砖倒了。你在走，来听，砖，你在踩在砖上的时候，砖是不是地？砖是地嘛？那如果砖倒掉了呢？你是不是就没有地了？那你怎么从上面下来？你如果没有地，你下来就摔了。所以我们练习从砖上下来是什么？是我下来，我从砖上下来的力量是，我不给那个砖力量，不给那个砖往下的力量，我直接从砖上面拔下来。这就是不以地为根。所以我们走砖的时候啊，因为你不练好这个，你去走砖啊。或者走桩，很容易就把脚踝伤到了。因为以前人他用砖练他很聪明啊，因为砖有3个不一样的面嘛，一个是平放的嘛，脚是这样踩，一个是横的嘛，一个是这样的嘛，3个面嘛，一个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是最难的，跟脚的接触面是最少的，所以它是活动的，砖不是固定在地面的，所以这个练什么？你在砖上走的时候，你的力量很多东西可以证明的嘛。就你在砖上走，砖是活的时候，你的脚的落脚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垂直往下的，你不可以这样子落脚，这样落脚砖就滑跑了。你的脚的力量一旦错误了，那个砖就滑了，就偏了，就倒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的落脚必须跟你的重心一样是往地垂直的？证明的方法就是这个。你在砖上走看。当然你们不要轻易的去走，你可以先走平的，可是你先要练什么？我刚才讲的，怎么从砖上下来。就是你如果一直以地为根，你一定要踩地，靠地给你的回馈力，你才能做动作，才有力量的话，请问地倒了怎么办？就是你的砖倒了怎么办？就是这个啊，我们要练的就是这个嘛。你在砖上面你怎么发力？你砖上面你如果也是用这种发力，那个砖一滑，你是不是就摔了？所以你在砖上怎么发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武术的东西，我讲的东西很容易证明的。你说不会啦，现在哪有那个？那以前的不一样，它跟力的方向有关系嘛。你现在穿这个阻力这么大的鞋子，然后地都是平的，你不会滑倒，你就把这个东西就疏忽掉了，是不是？但是像他们有冰的，他们国家会结冰的，你在冰上面你试试看。以前我在练的时候，那几十年前，我到那个圆山的溜冰场，人家在溜冰，我在旁边试，在旁边练。你在那个上面你练练看，
你怎么进步？你怎么退步？你怎么发力？就你的原则，中国武术是这样，你练的这个东西的原则，它可以适应各种的状况，这个东西才是对的。如果只能适应某一种状况，那你到另一种状况你就死掉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些要求啊，都是基于什么？基于真实的需要的，所以不能弄假的这种东西，它就是假，就是假的嘛，这种东西就是假的。你推车子就晓得嘛，你如果是砂石地的话，砂石地你可以这样推吗？不行嘛，这边一用力，这边就滑掉了，是不是？那武术怎么办？晓得吗？所以开始练是以地为根，练一种力量的感觉，以地为根也是要跟地垂直去找那个你的动作跟你的重量跟地心之间的那个关系，去找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产生的回馈力，你给他的力量跟他的回馈力，以地大嘛，是不是？但是你不能永远以它为不变的原则，好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状态，可是变态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些细节的原因嘛，因为这是真正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前人他们领悟的设计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嘛。那你这样子，你才能真的练出东西来。像我今天教你们这个，用腿上面，你们以前有听过这样练的吗？你们知道腿上可以有这种不同的力量吗？不是啊，没有啊，大部分的人只把腿当腿用啊，只把腿这样用啊。可是你不知道腿里面可以产生出这么多的不同方向的力量来。它可以给我们的上身各种不同方向的变化的那个力量，直接从它来就好了。听不懂？所以你越练，你会了，你越练，你越发现到我们身体的那个可能性越来越多，就你的身体不是单一的，只可以这样用。不是，它可以用的方式非常多，你可以产生出的力量也非常多，听不懂？练出这个东西来，你练拳才有趣味了，才可以什么讲运动嘛，才可以讲运，这个是运是运内，动是动外。晓得吗？你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运，你只是在动。好，再试试看，我们要练那个换掌。